加息、降息就像呼吸，跟我们的投资和生活息息相关。今天就给大家解答一下许多人对加息、降息存在的问题。我相信有些问题你都没想过，所以我邀请大家听到最后，一定会价值满满。大家好，我是奇葩爸张志云，在这个频道里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，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，找到10倍股，让财富滚雪球。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，赶快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那你就不会错过我每次视频的上传咯。爸爸，我看新闻说美国经常加息，这一次加多少，下一次加多少，然后连续加了几次。那到底加息跟我买股票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我要看加息呢？那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美联储决定的加息叫美国联邦基金利息 Fed Fund Rate， 它所决定的是银行如果需要隔夜钱的话，借一天晚上的拆息隔夜息是多少？这是一个非常短期的利率，真正影响股票市场和经济的是长期的利息。那我们是用美国国债，通常是10年国债的收益率来做一个参考的。那这个国债的收益率如何影响股票呢？其实有2个方面。第一个，我们买股票，股票的价值其实是背后的企业未来赚到的盈利和派发的股息，但是未来的钱没有那么值钱，所以要折现到今天现在的价值。这个折现率参考的就是国债的收益率，因为国债的收益率叫无风险回报，那当然股票的风险要比国债的风险要高，所以我们在这个10年国债的收益率上面再加上一定的风险溢价，所以当国债的收益率上升的时候，这个折现率也会上升，股票的价值就会下来了。那另一个影响股价的因素是，很多的企业都会借一定的债来发展他们的业务，所以当国债的收益率上升的时候，企业发债所需要的利息也会上升，使到他们的利息支出也上升了，这样也使到他们的盈利下降，所以也会使到股价下跌。那所以呢，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，其实就像一个人在放风筝，那个债的期限 duration 只是隔夜，而整个债券市场就像放风筝是相关的。之后的不同年期的国债的收益率，就是市场的资金的供应和需求来决定。所以严格来说，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对股票市场是没有直接的影响，但是它会影响到美债的收益率，再影响到股价。那美联储是根据什么来判定加息或者是降息呢？美联储呢，它有明显的2个工作的目标，一个是把通胀控制在2%，一个是把失业率控制在6% 以下。那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大约是在3到4% 之间，所以它是远远低过失业率那一个目标。相反来说，美国现在的通胀还是高过2%。所以他要做的是要控制通胀，把通胀降到2%。那其实失业率和通胀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因素，就是这个实体的经济好不好。经济好的时候，当然失业率会低，但是大家都去消费的话，通货就会膨胀。经济不好的时候，失业率就会高。那大家都不去消费的时候，企业自然要打折扣才能吸引人家去买东西。这个时候，通货膨胀就会降低，甚至出现通货萎缩。那除了这2个目标之外，美联储还有第3个不经常会用的一个目标，就是避免金融市场的震荡。比如说我们看到在08、09年金融海啸的时候，美联储是大幅度的降息。2023年的上半年，当 Silicon Valley Bank 和其他的银行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它也是暂缓了加息。但是一般的情况下，美联储只是考虑头2个指数。那失业率可以在每个月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里面找得到。那通胀呢，美联储有说过的是 PCE， 当然平时我们也会参考 CPI， 另外一个通胀的数据。其实这2个数据是衡量的方法有点不一样，基本上都是测量通胀的一个指标。那我还看到有人说要看加息的话，还要看 PMI
PPI 还有 GDP 这3个指标，那难道他们不看的吗？其实 GDP 已经反映在失业率和通胀里面。我们刚才有解释过，经济好和不好会直接影响失业率和通胀，所以它不用特别的再去看 GDP。那 PMI 其实是工厂生产的采购经理指数，如果经济好的话，采购的经理会买多一点东西。其实所以是投资者偷步想去预测未来经济到底好还是不好，但是美联储不会直接的看 PMI 的。至于 PPI 其实是工厂生产出来的价格指数，那中间还有一个零售商的缓冲，其实我们看了 PCE 或者 CPI 也相等于看了 PPI 的。如果我们要简单一点的话，看 CPI 和失业率就可以了。那我经常看外面的新闻提到美国会加息和美国会缩表，这2个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？其实是完全2回不同的事。加息刚才提到就是美联储控制隔夜拆息，而缩表呢，指的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到底是在膨胀还是在萎缩。膨胀的时候就是我们以前看到的量化宽松，美联储是通过大举的买国债，把钱直接的扔到了市场里面，所以使到它的资产和负债同时的膨胀。在资产方面，它拥有了更多的美国国债；在负债方面，它印了更多的钱。每一张美钞其实就是美联储欠我们的欠单，是它的负债。所以当美联储增加了货币的供应，这就是它的资产负债表在膨胀，也就是量化宽松。现在是一个缩表的时代，也就是说美联储减少了买美国的国债，或者美国国债到期之后它不再购买，这个时候它的资产方面就少了，而它收回国债本金其实也等于在市场里面抽走了资金。所以我们看到缩表其实是在市场里面抽走资金，所以量化宽松或者缩表会影响市场里面的不同年期的国债的收益率。那其他人说美国要加息，其实背后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要割全世界的韭菜，还要搞垮中国的经济，这样是不是真的？我们要知道，美联储的主席和他的 committee 是打工的，是做官的。美国政府也有不同的部门，如果要搞垮中国的话，可能是要 CIA 或者其他的国防部的部门。美联储的功能没有一个 job description 是要搞垮某一个国家的经济的。那另外一方面，社交媒体里面很容易有这些阴谋论，要割全世界的韭菜啦，这些听听故事就好了。我相信鲍威尔本人没有一个工作指标要割全世界的韭菜，割了全世界韭菜，他个人的收入也不会多1毛钱，对于他未来的 career advancement 也没有半点的好处。所以我相信是大家想象的多了。当美国在加息，更加重要的是在缩表的时候，使到美国的短期债息和长期债息的收益率都提升了。这个时候，其他国家，特别是那些经济不太好的国家的央行，他们加息的速度有可能没有美国这么快。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利差，美国高的收益率会把其他国家的资金吸走，跑到美国去买美债收息。当这个资金流到美国的时候，也会使到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，所以给人家有个假象，其他国家的货币的贬值，资金抽走也难免使到其他国家的股票市场或者楼价都下跌。而当全世界都悲观的时候，也许有一些美国的投资者趁机来全世界捞底，这就给人家有一个假象，好像美国有一个阴谋，通过它的加息来割全世界的韭菜。I see。那为什么美国加完息之后，香港也会跟着在第2天或者是不久的将来会继续加息呢？首先，港币跟美元是挂钩的，香港的资金又是自由的出入，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如果香港不跟着美国加息的话，
那所有香港的资金就会撤离跑去美国那里，因为资金是要追求更高的回报的。那当资金全撤离之后，香港没钱用了，他们就需要加息来留住这些资金，使到这个资金达到一个平衡点。所以基本上来说，在联系汇率的这个机制下，香港是要跟着美国去加息或者降息的。那在其他的地方，比如说在台湾、中国大陆或者日本，他们是不需要跟着美国加息或者减息的。但是如果中间有了息差的出现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某一个地方的利息要比另外一个地方要高的话，这个时候资金的撤离就会使到利率比较低的地方那个货币贬值，利率比较高的那个地方货币升值了。这也是今年我们看到美元不断升值，日元、人民币甚至台币不断贬值的一个现象。那香港加息又会怎么样影响到香港的楼市呢？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，影响楼价的背后有13个因素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回我们之前的不同的视频。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利率，因为我们买楼一定会借钱，那当利率上升的时候，使到我们每个月要付房贷供的款上升了，我们供楼的负担能力下降了，所以楼价要相对的下跌，才能使到我们能够负担得起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楼也是一个投资的工具，当利率上升的时候，我们供楼的利息的开支增加了，所以我们买了楼，我们收的租金减去了供楼的款项之后，所剩下来的钱变少了，甚至还不够，这个时候楼的投资价值就下跌了。同时，我们如果不买楼的话，这笔款去买债券收到的利息也会增加，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，楼价自然要跌，才能够维持它作为一个投资工具的吸引力。当我们看到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还在上涨的时候，我个人对楼价都不是那么乐观。那加息的时候会影响房地产，那降息的时候楼价是不是会反弹呢？其实我们说过，影响楼价背后不仅仅是利息这一个因素，还有经济好不好啊，楼市的供应有没有过多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内地的房地产虽然银行有降息，但是因为经济不太好，楼市的供应也是过剩，普遍的市民对楼价未来的预期还是下跌的。从这个例子来看，降息不等于楼价自动会反弹。那美联储每一次有发言的时候呢，市场都会有一个解读，都会分成鹰派和鸽派。通常鹰派呢就会下跌，而鸽派呢就会上涨。那我们到底能不能在事前预测到底是鹰派或者是鸽派呢？如果你真的能预测到的话，那你老早就发达了。你就算自己没钱，你都可以帮投资银行去做，年薪过千万哦。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预测的准确的，而且当他们发言的时候，市场是马上有反应。也就是说，当大家听到鹰派或者鸽派的言论的时候，马上去市场做买卖，这个时候也有可能这个新的信息已经反映在市场的价格里面，被市场消化掉了。这也是在金融学里面所谓的市场有效论，除非你有内幕消息在它公布之前就得到了那个文稿，但是根据内幕消息去交易也是犯法的。也就是说，合法的途径去预测的话，基本上是很难赚到钱的。那我们是不是不用听美联储发言呢？因为我们反正都预测不到，我们也赚不到钱嘛。所以我很少看啊，我是通过经济的状况判断美联储可能是几个月之后的行动，很短暂的话没有任何的优势，所以听美联储的发言还不如看七爸爸的 YouTube 视频更有价值。那现在这么高息，为什么我们还要去买股票呢？我们直接去买债也有5%的收益。事实如此，市场里面有一部分的投资者，有一部分的资金已经是从股票市场流到债市，所以我们看到股票市场已经是有所调整了。特别是如果我们观察，当国债的收益率上涨的时候，
股票的价格一般是下跌的，正就是有些人有些资金觉得买债券已经够好的了，所以他们撤离股票市场去买债券。那当然股价跌了下来之后，这些公司未来的盈利和他们派发的股息相对的股息率也会上涨，这是一个动态的平衡。那加息对股票不好，是不是降息之后会对股票很好，然后我可以进去买呢？也不是100%的，因为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要降息，也有可能美联储要降息，或者市场的国债收益率下跌，正是因为经济开始衰退，甚至有金融的风暴。在这个情况下，股票市场还有可能会下跌，所以降息也有可能和股灾同时发生哦。其实很多人有个错误的理解，好像是预测美联储加息、降息或者利率的走动，可以在股票市场里面获得超级的盈利。其实一般人的预测是徒劳无功的，反而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，去寻找被市场错杀的或者看漏的优质的股票，看他们长远的价值，如果是短暂的被市场错杀的话，这才是我们能够获得超级盈利的机会。所以我个人是更加喜欢寻找被市场错杀的股价低产的股票，当这些股价低的时候，分母小了，未来被市场重新发现的时候就会有增长，这个时候回报也会是相当的不错。如果大家也认同的话，我有一个65分钟的课程，限时免费，你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连接，打开了解更多。如果大家喜欢七啪啪的分享的话，请大家给我们一个赞和分享出去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